偷到我车子那就走，对吧？你给我出了事，我还来给你赔，我都是受害者，我都还没找你人，你还来找我。男子被朋友偷走车钥匙，随后将车开走，结果发生意外，朋友被撞身亡，其家属悲痛欲绝，直接将男子告上法庭，索要赔偿。然而法院的判决结果却令人出乎意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了解，死者是22岁的小豪，廖先生与他在工作上相识，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事发当天，小豪邀请廖先生去酒吧参加他的生日聚会，期间几人玩得不亦乐乎。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，一场危机却悄然酝酿。廖先生在不经意间将车钥匙放在了茶几上，这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中时，小豪却悄然离席，偷拿了车钥匙，驾驶着廖先生的汽车冲向了未知的黑暗。不久后，廖先生接到了另一位朋友的电话，而就是这通电话让廖先生犹如遭受雷击。当时我们朋友给我打的电话，带他在事故现场看我的车牌号，给我打的电话，他说你这还在耍嗦，他说你车子在出车祸。廖先生缓过神后认为朋友是在开玩笑，他明明还在酒吧里与朋友跳舞，怎么可能自己的车就突然出了车祸呢？然而朋友却坚定地表示绝对不会认错车牌号时，廖先生心中升起了一股不祥预感，他匆忙地环顾四周，突然发现原本放在茶几上的车钥匙已经不见了，而且酒吧里也已经没有了小豪的踪影。意识到不对劲的廖先生急忙赶赴现场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心惊胆战，汽车四脚朝天，被撞得几乎无法辨认。如果不是车牌号的存在，他根本无法相信这是自己的那辆爱车。而在不远处，年轻的小豪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事后警方经过细致的取证调查，最终还原了事件的真相。原来车祸发生时，小豪正处于严重醉酒状态，同时他的驾驶速度也远远超过了路段的限速，且在事故发生时并未系安全带，导致被甩出车外，头部重创，不幸当场身亡。警方认定小豪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，而由于小豪属于醉酒驾驶，保险公司拒绝了理赔。廖先生考虑小豪已经去世，并不想再让他的父母承受更多的痛苦和负担，于是他决定自己承担修车的费用。当时我想，人都死了，你喊哪人修车子呢？对不对嘛？别的认识吧，但你这种做个活路嘛，晓得么？就这样子这种角度考虑的。然而小豪的父母却对此事持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怀疑小豪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或诱导，才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。同时，他们也认为廖先生随意放置车钥匙的行为也存在过错。如果车钥匙没有被随意放在桌子上，小豪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车辆，也就不会发生这场事故。因此，他们将廖先生告上法庭，并索要赔偿。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嘞，对不对嘛？我都是受害者，你还告我，我说这个人不要去当好人呐、他这是纯粹无理取闹，先给他栽赃在那个上。而廖先生的父亲对此气愤不已，不是他们的错，凭什么让他们承担？然而，接下来法院的判决结果却令廖家人不淡定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作为他这个管理人，当时属于管理这个责任，根据契约法、责任法的规定，他存在过错，应当承担责任。在庭审过程中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原告方小豪父母提出了多项索赔理由，认为廖先生在酒吧里随意放置车钥匙，以及驾驶座安全带所扣中插有卡扣，都是导致小豪发生车祸的间接原因。如果是他车子不插卡通卡扣的话，我儿子就系上安全带，他系上安全带，他就不会弹出来，就不会落在地下。如果是他插起那个了，他根本不会死。然而，被告方廖先生的律师却对此提出了有力的反驳。他认为，即使车钥匙不在茶几上，小豪也会想尽办法找到它，因为事故的根源在于小豪本人的醉酒驾驶行为。至于安全带所扣中的卡扣，也只是一件可以被轻易取下的装饰物，并不能成为小豪不系安全带的借口。律师强调，小豪之所以会发生车祸，归根结底还是他自身的安全意识太差。最终，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，认定死者小豪需承担此次事故95%的责任，而车主廖先生由于未妥善保管车钥匙，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，给当事人家属提供25000元的赔偿。而廖先生见此情况，则反手对小豪父母提起上诉，要求对方承担自己8万元的车辆维修费。故事至此落下帷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